在动物的世界里，爱情似乎从来不是必需品。多数动物相遇只为繁殖，季节一过便各自离开。但也有一些生命选择了完全不同的方式，他们会等待伴侣多年，会一起抚养后代，守护家庭，甚至在失去另一半后，终身不再寻找新的对象。没有誓言，没有婚礼，却用一辈子的陪伴证明什么叫忠诚。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看看地球上最专一、最专情的10种动物。说到专情，你可能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天鹅或者其他浪漫的动物，但你可能怎么也想不到，排行榜第10名居然是一种看起来有点反派气质的动物——黑秃鹫。很多人对秃鹫的印象大概都是盘旋在天空，专吃腐肉，看起来冷酷又无情。但事实刚好相反，在感情这件事上，黑秃鹫可以说是自然界里最讲忠诚的动物之一。黑秃鹫通常会形成固定伴侣，一旦配对成功，往往会长时间维持关系。它们会一起筑巢，一起觅食，也会轮流照顾幼鸟。听起来好像还正常，对吧？真正让科学家惊讶的是他们对不忠的态度。研究人员观察到，如果有黑秃鹫被发现与非伴侣个体出现亲密行为，整个秃鹫群体会出现强烈反应。简单说就是，他们会围攻出轨者。没错，不只是伴侣生气，连整个族群都会参与惩罚。这种行为在动物界非常罕见，因为大多数动物其实并不在意忠诚，它们更重视的是繁殖成功率。但黑秃鹫不同，对他们来说，稳定的配偶关系直接关系到育幼成功、生存效率，甚至整个族群的秩序。换句话说，忠诚是他们的社会规则。一旦有黑秃鹫破坏规则，就等于威胁整个群体。所以黑秃鹫的爱情不是浪漫型的，它更像是一种被全体守护的承诺。他们的世界没有情话，但有纪律；没有玫瑰花，但有责任。而这也让黑秃鹫成为动物界少数会由群体力量来维护伴侣忠诚的物种。黑秃鹫也许不是最浪漫的情人，但绝对是最不能背叛的伴侣。在他们的世界里，爱情不是感觉，而是规则。忠诚高于一切。如果说黑秃鹫的爱情是建立在规则之上，那么第9名的爱情就完全不同了。排在第9名的是真正以家庭为核心的爱情——狼。很多人对狼的印象都是凶狠、冷血、群体狩猎的掠食者，但其实狼是自然界里最重视家庭关系的动物之一。一个狼群的核心通常只有一对真正的领袖，也就是一对配偶。这对公狼与母狼并不是靠打架决定关系，而是长期建立的伴侣。在多数狼群里，只有这对夫妻会繁殖，其他成年狼很多其实是他们过去的孩子。他们留下来不是为了竞争，而是为了帮助家庭。当幼狼出生后，母狼需要长时间留在巢穴照顾孩子，公狼会外出狩猎，然后把食物带回来，甚至会先咀嚼食物，再吐出来喂给母狼和幼崽。狼的爱情方式不是甜言蜜语，而是行动。在幼狼成长期间，公狼几乎扮演守卫者的角色，他会巡逻领地，防止入侵者，保护整个家庭安全。对狼来说，伴侣不是短暂的合作对象，而是一起撑起整个家庭的另一半。更让人惊讶的是，如果有一方死亡，另一只狼有时会长时间保持单独生活，甚至不再建立新的配偶关系，因为他们之间的连结不只是繁殖，而是一起活过。狼之间会透过嚎叫保持联系，很多时候那并不是威吓敌人，而是在呼唤家人。你可以把狼的嚎叫想成一句话：我在这里，你在哪里？狼或许不懂浪漫，但他们懂得责任。他们的爱情不是瞬间的心动，而是每天一起面对生存压力，一起照顾孩子，一起守护家园。这就是真正以家庭为核心的爱情。接下来这位可以说直接颠覆了整个自然界的恋爱规则。
因为在这段关系里，怀孕的不是妈妈，而是爸爸。第8名是把生命真正交给伴侣的浪漫。海马。海马的外形本来就很特别，小小的身体直立游动，看起来像童话里的动物。但真正让科学家惊讶的是它们的感情模式。在繁殖季节开始之前，一对海马会先建立稳定的伴侣关系。一旦配对成功，它们几乎每天都会做同一件事——晨间求偶舞。每天清晨，2只海马会游向彼此，同步摆动身体，改变颜色，互相缠绕尾巴，属于彼此的早安仪式。科学家认为，这个行为的目的是确认关系，同步生理状态，确保双方仍然是同一对伴侣。简单说，他们每天都在说“我还是选择你”。当繁殖时刻到来，母海马会把卵交到公海马的育儿袋里，由公海马负责怀孕。是的，它会受精、供氧、调节盐分与营养，就像哺乳动物的子宫一样。整个怀孕过程完全由雄性完成。这是一种极度罕见的生殖方式，因为在自然界，多数物种都是雌性承担繁殖成本，雄性只负责竞争与交配。但海马不同，而且在怀孕期间，母海马通常会在附近活动，等待伴侣完成生产。这种关系需要极高的信任，因为一旦其中一方离开，整个繁殖流程就会失败。海马的爱情本质上不是激情，也不是占有，而是把自己的生命节奏交给另一个存在。在人类世界里，我们常说爱是付出，但海马做的是更极端的一件事，他们把角色都交给对方。这就是海马的爱情，彼此信任到愿意交换角色。第7名的爱情就比其他的现实，因为他们谈恋爱的方式不是跳舞，也不是求偶表演，而是一起盖房子。第7名是一起打造未来的夫妻档。河狸。河狸是动物界的工程师，他们会摇倒树木，改变水流，甚至建造出完整的湿地生态。这些惊人的工程不是单独完成的，而是由一对夫妻一起打造。河狸通常采取终身配对制度，一旦找到伴侣，他们会一起生活很多年，甚至直到其中一方死亡。对河狸来说，伴侣不是短暂的繁殖对象，而是长期合作的伙伴。当一对河狸建立关系后，第一件事不是繁殖，而是选地点。他们会一起寻找适合的河流，然后开始建造水坝。水坝建好后，他们会在水中央建造巢穴，入口设在水下，避免掠食者入侵。简单说，他们不只是找地方住，而是在打造一个安全的未来。等幼崽出生后，合作才真正开始。一只负责外出觅食，另一只留守巢穴守护孩子。当危险出现时，河狸会用尾巴猛烈拍打水面，提醒整个家庭撤退。河狸的爱情其实非常像人类理想中的婚姻，没有轰轰烈烈，却每天都在为同一个目标努力。在动物世界里，多数关系只维持到繁殖结束，但河狸不同，他们的感情是透过日复一日的合作累积出来的。今天一起搬木头，明天一起修水坝，后天一起守护孩子。没有浪漫台词，却有最踏实的陪伴。河狸的爱情也许不是最激情的，却是很多人心中最向往的一种。爱情不只是相爱，而是一起建立一个家，一起打造未来。这就是动物界真正的夫妻档。来到第6名是不张扬爱情，但他们的爱情却可能比任何动物都更长久。第6名是默默相守数十年的恋人。苍枭。苍枭的生活低调到几乎没有存在感，而他们的爱情也一样安静。当一只苍枭选定伴侣后，往往不再更换。很多配对关系可以维持长达数十年以上。对苍枭来说，伴侣不是这一季的选择，而是生命的一部分。每当繁殖季来临，他们会回到熟悉的巢区，重新与同一个伴侣相遇，就像老夫老妻每年约好在同一个地方见面。接着，他们开始分工合作，
母仓鸮负责孵蛋与照顾幼鸟，而公仓鸮每天外出狩猎。公仓鸮会优先让伴侣进食，自己最后才吃。这种行为在猛禽中非常少见，因为在野外，食物代表生存，愿意把食物优先给另一半，其实是一种极高的信任与依赖。更让人动容的是，当其中一方受伤或状态变差时，另一只往往仍会留在身边。它们不像某些动物，遇到困难就更换伴侣。仓鸮的关系更像是一种默契，没有轰轰烈烈的开始，却有长长久久的陪伴。夜晚里，你可能只会看到它们安静地站在同一根树枝上，没有声音，没有动作，但那其实是它们最浪漫的时刻，因为在黑暗中有另一个生命陪在身旁。科学家观察到，失去伴侣的仓鸮会长时间单独生活，彷佛他们仍在等待那个熟悉的身影。也许真正的专情，从来不是激情燃烧，而是多年后回头看，对方仍然在。仓鸮的爱情不是一时心动，而是陪伴直到生命终点。这就是仓鸮，动物世界里最安静却最长情的恋人。如果你以为专情就只是默默陪伴，那么接下来的会告诉你，爱有时候还需要极限的耐力和等待。第5名是在极寒世界里的等待。帝王企鹅，它们生活在南极，这里零下几十度，环境恶劣到你无法想象。对于我们人类来说，能在这里生存已经很困难，更别说养育孩子了。而帝王企鹅每年的繁殖季节，它们都必须面对这个极限挑战。母企鹅产下蛋后，很快就需要离开，去海里觅食，留下的是公企鹅，它要把蛋放在自己脚上，用腹部的羽毛保暖，在零下严寒中抱着蛋数周甚至数月不进食。最奇妙的是，南极每年都有成千上万只帝王企鹅，巢区拥挤得像一个冰雪城市。但即使在上万只企鹅中，当母企鹅回来时，它们仍然能准确找到自己的伴侣。透过独特的叫声，它们辨识彼此的身份，完成交接。它们不会随便找其他伴侣，也不会放弃，即使整个世界都冰封。这让帝王企鹅的爱情有了一个令人震撼的特点，它不仅是陪伴，也是在最艰难环境中仍然选择留下的勇气。公企鹅在抱蛋期间可能会减掉一半的体重，甚至出现脱水和疲劳，但是它们依然守着蛋，因为那不只是蛋，是他们对伴侣的承诺。等到母企鹅回来，他们才把蛋交回母亲，然后2个伙伴在一起养育幼鸟。可以说，帝王企鹅的爱情是把耐心、忠诚、信任融合在极限生存中的体现。他们的爱不只是浪漫的相遇，而是在极寒和困难面前，仍然愿意选择留下，守护对方。这就是在极寒世界里，用坚守和耐力书写专情的帝王企鹅。来到第4名，或许会让你产生一种奇妙的感觉，他们的爱情好像真的很像人类。第4名的是最接近人类的伴侣关系——长臂猿。长臂猿是灵长类动物之中真正维持一夫一妻制的最典型的一种动物。一对长臂猿一旦配对成功，通常会长期甚至终身生活在一起。它们不组成大型群体，而是以夫妻和孩子的小家庭为单位，没有后宫，没有竞争者，只有彼此。更让科学家着迷的是长臂猿每天都会做的一件事——合唱。每天清晨，一对长臂猿会发出高亢的叫声，不是随便乱叫，而是一段节奏复杂、彼此配合的2重唱。公猿与母猿轮流发声，音调互相呼应。这种合唱有2个作用：第一，是宣示领地，告诉其他长臂猿不要靠近；第二，是维系伴侣关系。合唱频率越稳定的伴侣，关系通常越长久。他们透过声音确认彼此仍然在身边。当其中一方移动时，另一方往往会跟随。当幼崽出生后，双亲都会投入照顾。他们会拥抱、依偎、梳理对方的毛发，这些行为在灵长类中
被认为是建立情感的重要方式。很多研究者甚至认为，长臂猿的伴侣关系是目前动物界中最接近人类恋爱关系的模式之一。没有利益交换，没有单纯的繁殖合作，而是一种长期的情感连结。在广阔的雨林里，每天清晨都有一对声音彼此呼应，每天重复的告白。这样的爱情不是激情，也不是牺牲，而是最难得的一件事，情感连结与精神陪伴。在漫长的生命里，有一个始终与你并肩歌唱的存在，这就是最接近人类的爱。说到爱情代表，有一种动物几乎一定会上榜，它们优雅、纯白，只要两只靠在一起，就能让整个画面瞬间变得浪漫。第3名就是浪漫爱情的象征——天鹅。当两只天鹅慢慢靠近，弯下脖子，最后形成一个完美的心形，那个瞬间几乎不需要解释，全世界都知道，那代表爱。但天鹅之所以成为爱情象征，不只是因为外表浪漫，而是因为它们的关系本身就非常专一。多数天鹅采取长期甚至终身配对制度。当一对天鹅成功配对后，它们通常会一起度过很多个繁殖季。孵蛋期间，一方负责孵蛋，另一方负责守卫。只要有掠食者接近，另一只天鹅会立刻展开翅膀警告入侵者。对天鹅来说，伴侣与家庭是生命中最重要的核心。有些天鹅在失去伴侣后，会长时间单独生活，甚至不再寻找新的对象。它们依然会回到过去的栖息地，却少了那个熟悉的身影。这也是为什么天鹅常被人类视为忠诚的象征。它们的爱情不只是选择彼此，而是持续选择彼此。天鹅之间的互动也充满仪式感，它们会同步游泳，同步梳理羽毛，同步抬头鸣叫。这些动作看似简单，却是在不断强化伴侣连结。那个经典的心形交颈，其实不是刻意摆姿势，而是他们日常互动的一部分。在动物世界里，多数关系来得快，去得也快，但天鹅选择的是另一条路，慢慢相遇，慢慢相守。也许真正的浪漫，不是惊天动地，而是多年后，转头时仍然是同一个人。这就是天鹅，不是因为它们看起来像爱情，而是它们真的活成了爱情的模样。接着是第2名，是一种看起来毫不起眼的小动物，也是被科学亲自盖章认证的爱情代表——草原田鼠。在整个哺乳动物世界里，真正一生只爱一个的物种其实非常少，而草原田鼠就是其中最经典，也是被研究最多的一种。当一对草原田鼠完成交配后，它们的大脑会大量分泌催产素与加压素，这2种被称为爱情荷尔蒙的物质会直接改变它们的行为模式。它们会开始只认定彼此，即使周围出现其他异性，草原田鼠也不会再产生兴趣。如果把一对伴侣强行分开，它们会出现明显的情绪变化，焦躁、食欲下降、活动量减少，甚至出现类似忧郁的反应。这证明它不是少了一个交配对象，而是失去了重要的人。很多研究甚至直接把草原田鼠当成研究人类爱情与婚姻的模型，因为它们大脑中负责依附关系的神经回路竟然和人类高度相似。科学家曾做过一个实验，让已经形成伴侣关系的田鼠在2个选择之间做决定，一边是熟悉的伴侣，一边是陌生但健康的新对象。结果几乎所有田鼠都选择回到原本的伴侣身边。或许爱情并不是人类独有的浪漫幻想，而是一种深植于生物演化中的情感机制。草原田鼠的爱不一定轰轰烈烈，它可能只是每天待在同一个巢里，一起寻找食物，睡觉时靠着彼此，在世界很大的时候仍然只选择那一个对象。他们没有誓言，没有婚礼，也没有纪念日，但他们的大脑已经做出了最坚定的承诺。如果要替草原田鼠定义爱情，那或许就是不是需要你，而是只想要你。今天的第1名，他们不是天天相守，
甚至一年里大多数时间都不在一起。即使相隔整片海洋，他们依然只选择彼此。第一名是跨越海洋的一生之约——信天翁。信天翁是地球上飞行能力最强的鸟类之一，它们张开双翼，可以滑翔数千公里，几乎不用拍动翅膀，就能利用海风跨越整个大洋。一年之中，它们大部分时间都独自在海上生活，有些个体甚至会连续几个月完全看不到自己的伴侣。在繁殖季开始时，信天翁会精准地回到同一座小岛、同一片岩地，找到同一个伴侣，就是多年以前就认定的那一个他。许多信天翁伴侣关系甚至可以维持数十年，他们可能一年只见一次面，却依然保持终身配对。当两只信天翁重逢时，他们会先进行一段仪式，专属舞蹈，点头、展翅、鸣叫，同步转身。每一对信天翁都有属于自己的舞步节奏，就像只有彼此懂得暗号。确认完毕后，他们才开始筑巢、产卵，轮流孵蛋。信天翁的育幼极其辛苦，一次只养一只幼鸟，父母必须轮流飞越数千公里觅食。真正可靠的爱，不是激情，而是我知道你一定会回来。科学家曾记录到一对信天翁伴侣维持关系超过60年，在人类世界里，这几乎等于一整段人生。他们没有每天见面，没有讯息联络，甚至没有任何确认对方是否还在的方式，但每一年他们都跨越海洋再次相遇。这种爱情超越了距离，也超越了时间。信天翁的爱情就是，即使相隔整片海洋，我的终点依然是你。这或许就是动物界里最接近一生之约的答案。看完这份排行榜，你可能会发现，专情从来不是人类独有的能力。在没有誓言、没有婚礼、也没有承诺的动物世界里，依然存在着等待、守护、责任与一生只选择一个他的爱。或许真正的爱不是轰轰烈烈，而是长久、稳定、始终如一。如果只能选一种你最向往的爱情模式，你会选哪一个？每一种动物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努力在地球上生存至今，而这份努力其实也很值得我们学习。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支影片再见，谢谢。